台湾所谓自造潜艇计划不断被爆出新的黑幕。日前有媒体曝光，几家去年被韩国检方逮捕的韩国籍工程师所属的企业，已经被韩国政府以违反贸易法为由进行起诉，指控他们协助台军制造潜艇，涉及至少3家韩国军火商。对此，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表示，担忧此事会影响台军订购潜艇接下来的建造工程。3家被起诉的韩国军火商分别是基高策略公司、金和股份有限公司和 S2K。据悉，基高策略公司执行董事朴墨植于2022年2月17号被韩国警方逮捕。根据警方向法官提交的陈述书，基高策略公司涉嫌向台湾地区提供潜艇建造设备的交易，直接影响韩国的国家整体安全。基高策略公司去年8月曾被处以罚款，但韩国法官认为朴墨植还有逃亡并破坏证据的嫌疑，因此批准逮捕令。目前朴墨植获得缓刑判决。根据韩国法院出示的合约文件显示，基高策略公司于2019年和台船签约，提供并安装价值1200万美元的焊接和组装设备。韩国金和股份有限公司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向全则被指控非法转移潜艇零部件给台湾地区。有知情人士透露，涉及鱼雷发射管的零部件。杨向全去年被逮捕，今年3月获保释。韩国 S2K 公司是一家鱼雷发射组件制造商。韩国媒体报道称，该国外交部完全反对企业与台湾地区进行军事项目的合作，并曾向韩国国防财办计划管理局表明了反对立场，但相关涉事企业没有遵守法律。我觉得，因为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产业方面是有竞争的，双方实际上互相挖对方人才啊。这个，原来韩国挖过台湾方面半导体的人才，包括韩国的 T50教练机，曾经挖过台湾造 IDF 战斗机的团队的某些人啊。那这次台湾地区挖他的人，韩国方面肯定是不太想让自己的产业的有些技术泄露到台湾，因为毕竟潜艇制造涉及到一些机密的工艺设备、焊接啊等等啊。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1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知晓相关消息。讲一下，只要前线的案子啊，我们都很清楚，也掌握。但我已经讲过，已经进入这检调单位调查的话，我们不会去再多语智慧，因为讲了任何一句话被引用了以后啊，会穿凿附会的，就是造成更大一个波浪是没有意义的。邱国正表示，担忧韩国承包商遭起诉，将对台湾潜艇制造计划接下来的工程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当然很担忧啊，就任何要是要平顺推动的话，任何当中有这个额外的这种状况出来，我们都要值得我们要注意到。在前舰推动加速前舰后续舰的建造，您觉得需要加速吗？不是加速不加速问题啊，这当初我们在建案的时候，它就有程序的。所以我第一艘原型舰出来一定要经过测评嘛，这速不速，你讲你测评没有过的话，你后面你不可能速。我觉得邱的回应当然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不希望爆出更多的料，影响民进党当局的形象啊，包括这个料的爆出之后，不排除影响，就是秘密的帮着台湾地区。在建造潜艇方面提供帮助的这些国家、公司，包括一些个人啊，后续的如果有一些设备因为这样的爆料无法到位，啊，他现在这艘潜艇只是一个半成品，很多关键部件可能没有装，那么后续他本来想造8艘潜艇，那么就有可能泡汤。据悉，蔡英文于2016年提出潜艇制造计划，并延揽海外军火商加入，但几乎没有知名企业参加。其后有媒体曝光，一些韩国工程师秘密参与其中，受到韩国政府的注意。除了担心引发外交风波，也担心军事技术泄密。2021年11月底，路透社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就提及，韩国青瓦台出面否认韩国协助台湾打造潜艇，并提到政府已在注意是否有任何个人非法转移潜艇相关信息给台湾。去年6月，有韩媒披露，韩国一造船相关企业人员涉嫌于2019年起向台军泄露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公司保有的部分韩国最新型张宝高级潜艇技术，以支持民进党当局所谓潜艇制造项目。韩国警方目前正在通缉滞留在台湾的涉事企业代表人。报道称，根据韩国的现行法律，出口军事技术及物资时需要韩国政府及军方的许可，涉事企业行为涉嫌违法。
此事更复杂的层面在于，韩国的潜艇技术是从德国引进，因此相关韩国企业实际上是泄露了德国技术。此前，德国政府要求韩国政府召回相关技术人员，并支付巨额违约金，这使得本来暗中协助台湾的潜艇制造计划的韩国企业陷入复杂的国际纠纷，同时也从侧面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潜艇制造根本就只是空有名头，台船等岛内企业和科研部门并未掌握潜艇的核心技术。不仅此前有岛内媒体曝光潜艇的红区设备依赖美国的提供，而最新曝光的消息证实，甚至鱼雷发射管等基础部件都需要向韩国购买。实际上，在相关案件曝光之前，台军首艘自造潜艇已经闹出不小风波。9月28号，台湾首艘自造潜艇原型艇海鲲在高雄举行下水命名仪式，蔡英文出席仪式。然而，令岛内媒体诧异的是，海鲲号并没有真正下水，仪式全程都在厂房水泥地上举行。这种滑稽的下水方式引发台湾舆论嘲讽。而在此之前，这艘自造潜艇还牵扯出诸多腐败弊案，负面消息不断。有观察指出，台军首艘自造潜艇尚未真正下水，但已淹没在政治口水与丑闻中。岛内舆论指出，自造潜艇的许多根本问题已浮上台面，前景不容乐观。而大型复杂的潜艇设计与建造计划需要具备特殊技术与能力，同时在专业领域有务实经验的人士。而台湾本身缺乏有经验与专门技术人才，参与的外国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甚至被形容为诈骗集团。据媒体报道，9月28号举行的海鲲号的所谓下水仪式，多名台海军的前高级军官拒绝出席，实际上是向民进党当局表达不满。在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将作为重点案例，以音乐舞台剧的形式面向与会各国政要嘉宾、民间组织和媒体代表进行故事分享。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彩排现场发回的报道。Go!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小风车呢，是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模型。而此刻，在克罗地亚，一个个风电发动装置也已经正式发电。来自中国的技术设备与塞尼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相结合，让克罗地亚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带一路”是一条繁荣之路、绿色之路，这是“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的一个小缩影。故事以克罗地亚系风电工程师兹拉特科普尔皮奇为主角。2018年，北方国际与克罗地亚能源项目公司签署塞尼风电项目并购合作协议后，普尔皮奇与中克团队携手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技术难点多、建设标准高等重重挑战，团结协作，并肩奋进，攻坚克难，最终推动塞尼风电项目建成竣工发电。作为一名工程师，在我的家乡塞尼建设风电站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项目使我们的州和地方社区将从风电项目中受益。中国企业带着自己的设备和想法来到克罗地亚，他们正在建造一种供所有人使用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它有助于将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塞尼风电项目由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所属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承建，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2021年12月投入运营。项目每年可提供约5.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万吨，为克罗地亚促进能源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提供强劲动力。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在整个这个执行过程中呢，有70多家当地企业参与其中，然后在用工高峰期呢，有500多人同时在这个现场工作，其中1半以上是克罗地亚的员工。因为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得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也有周边许多的这个企业呀、政府呀来寻求跟我们合作，也想把我们这个塞尼的模式去搬到这个其他的中东欧地区去。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中国和欧洲在清洁能力领域合作的一个样板工程，要借助于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带来的投资溢出效应，在克罗地亚及其周边国家进一步开发投资新的能源项目。